他是被神与魔所诅咒的后代，他是由神与魔的结合所生，因为意外的原因不得不流落到人间。人类抓捕并迫使他充当最卑贱的奴隶，整整11年，他忍受了无数次主人家的侮辱和折磨，只有小主人玛丽曾给他带来温暖的感觉。于是在觉醒之日，他怀着深深的仇恨，将主人全家残忍地杀害了。然而对玛丽却迟迟下不去手，而玛丽看着亲生父母惨死在自己面前，却出乎意料的冷静。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他们自作自受。原来玛丽早就说过让父亲把莱恩逐出家门，但父亲却一直固执的要命，声称对方只是一个奴隶，根本掀不起任何风浪。殊不知此时的玛丽是穿书而来，她早就知晓了一切事情的大结局。眼见仆人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，玛丽的眼中满是绝望。按照书中的剧情，等这些人都死去后，莱恩也会毫不客气地扭断自己的脖子。果然对方朝自己一脸邪魅地走来。现在我要直接享用最美味的主菜了。接着便无比满足地唱起了歌。玛丽一阵的恶心，你害死了那么多人，现在还有心情唱歌？她很想逃离这里，奈何现在被莱恩的黑魔法束缚着，根本就动弹不了。突然魔法竟然被解除了，而玛丽因为体力不支径直倒了下去，却正好扑进莱恩的怀抱。她直呼真是倒霉，但莱恩那讽刺一样的话却在耳边响起，主人，你不是一直想把我赶出去吗？怎么现在对我投怀送抱了呢？玛丽闻言赶忙挣脱开来，莱恩却仍旧扬起笑脸，主人，现在可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呢。玛丽此刻想从出口逃跑，但已经被莱恩带来的人团团围住。就在她正犯难的时候，莱恩却破天荒的要她坐下。玛丽正犹豫着要不要听对方的命令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扑通一声坐在了莱恩身边。这就对了吗，主人？玛丽闻言越来越觉得眼前的银发男子变态，谁料莱恩无意间的一瞥，竟看到了玛丽脖子上戴的红色项链。玛丽察觉后马上将项链紧紧捂住，因为这上面的小珠子正是当年锁住莱恩心脏的枷锁，只要用力攥紧它，就会让对方的心脏撕裂一般的疼痛，并让莱恩无法拒绝自己的任何命令。但是现在的莱恩已经是觉醒的大魔法师，这个封印应该已经威胁不到他了。为了逃出莱恩的手掌心，玛丽突然大喝一声风来，紧接着一道巨大的白光赫然出现，紧紧将他包围。你把我带到这么血腥的地方干什么？带我离开这里越远越好，作为报酬，我愿意献祭自己的鲜血。一瞬间，玛丽被风精灵带到了空中。就在她马上就要逃离时，心脏却突然传来剧烈的疼痛，她本能的伸手捂住胸口，紧接着就一下子掉落了下来，而风精灵也在此刻消失不见。很明显，玛丽召唤失败了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时候，莱恩告诉了她真相：主人，我已经把我心脏上的封印转移到你身上了。其实我也是怕你离开我，才出此下策的。真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是精灵师，还能召唤出高级风精灵来。此时的玛丽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。莱恩见状，再次使用黑魔法，而玛丽的眼皮也越来越沉，最后一头栽倒晕了过去。这一切的根源还要从11年前说起。当时的玛丽才9岁，有一天她的父亲突然要送给她一个奴隶，那个奴隶浑身是血，就那样被父亲一次次扔在自己的面前。玛丽看对方也是个孩子，而且浑身是伤，已经奄奄一息，马上表示自己根本不需要奴隶。谁知父亲就恼怒起来，你以后可是要当皇后的人，必须得有一个像样的奴隶。穿书过来的玛丽只觉得这样的父亲真凶，而且她也知道等自己成年生日那天会被家里的奴隶杀死。于是玛丽尝试过很多次离开这个家，但是父亲给她戴上了强制遣返手镯，可以时时刻刻看到她的动向。玛丽只能在这个家委曲求全的生活。看来今天必须要收下这个奴隶了。但是当看到那孩子的眼睛竟然是红色时，玛丽瞬间被吓得说不出话。他不就是以后杀了自己全家的那个奴隶吗？他是杀人如麻的病娇奴隶，是永不死去的魔神之子，却无可救药的爱上了穿书而来的伯爵千金。一个爱不自知，一个爱而不得。玛丽深深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莱恩的场景，满身血迹的少年就那样跪爬在自己的面前，口中还奄奄一息地叫着自己主人。原来他是父亲在战场上捡回来的，见他样貌清秀，所以便让他给玛丽做奴隶。可看着眼前少年银色的头发，
红色的眼睛。玛丽顿时大惊失色，此人正是以后会觉醒黑暗魔法的最终反派，到时候他会杀死所有人，而且此人是不死不灭之身，想要活命就必须让他离开这个家。可父亲哪里肯相信一个9岁孩子说的话，他认为女儿不过是在害怕陌生人，于是特意给了玛丽一根项链，并表示他已经将这个奴隶的心脏封印在项链的珠子上，如果对方不听话，只要用力握住珠子，就能够让对方心如刀绞。虽说玛丽不是那么残忍的人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戴上了项链，心里暗自诽语，任何伤害对这个奴隶根本不算什么，人家本来就是不死之身。此时银发少年竟突然笑了起来，很高兴认识你主人。玛丽被这声招呼吓得瞳孔都放大了，一想到这家伙长大后就会扭断自己的脖子，他就胸口痛。因为在小说中，莱恩后来觉醒了超强的魔法，干掉了一切他所厌恶的人。想到这些，玛丽赶忙让莱恩躺在床上休息。侍女都看傻眼了，不知道他家小姐干嘛要对一个奴隶这么好，而且还要让他去叫医生给这个低贱的奴隶看病。小姐，奴隶是不能看医生的。玛丽闻言大怒起来，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，我这是在命令你。侍女这才勉强答应了下来。殊不知玛丽这么做完全是要保住自己的狗头，既然现在赶不走对方，那就只能尽力去讨好人家，没准等莱恩觉醒的时候会念自己一份人情，放他一条生路呢。可玛丽随即又想到，书中的伯爵千金好像是爱上了莱恩，对待莱恩一直像家人一样，但是莱恩最终还是没有放过他。玛丽越想越觉得害怕，连觉也睡不安稳。最后她决定亲自出手，研制治疗伤口缓解疼痛的药水，她一定要让莱恩欠自己人情。只见玛丽熟练地在纸上画好符咒，紧接着催动炼金之术，顷刻间玛丽的眼中开始发光，连带着纸上的符咒也活跃起来，整个房间都变亮了，伴随着一阵沙啦沙啦的声响，药水顺利提取完成。随后玛丽轻轻打开莱恩的房门，蹑手蹑脚地开始靠近对方，她并不想要惊醒他，于是便轻轻地解开莱恩的衣服，小心翼翼地将药水洒在他的伤口上。望着沉睡的莱恩，玛丽再次祷告自己不想死，却不知道此时的莱恩早就已经睁开了眼睛。他明明是堂堂魔塔少主，却被人类抓走当起了最低贱的奴隶，每天动不动就下跪不说，现在更是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女孩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，如果再继续这么虐待他，那么未来所有人都会没命。于是他便瞒着父亲，偷偷使用炼金术给他疗伤。即便他已经万分小心，可依旧还是被父亲发现了。此刻玛丽吓得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，随后他便听到了父亲的怒吼：玛丽，你为什么私自动用炼金术去救一个低贱的奴隶？还没等玛丽解释一句话，父亲又狠狠甩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：你怎么敢一次次违抗我的命令？此时玛丽的眼中满是冷漠与绝望，她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父亲会对亲生女儿如此狠毒，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玛丽强忍着挤出一丝微笑，谢谢父亲送给我那个奴隶，作为生日礼物。父亲的脸色这才稍微好转一点，但还是惩罚玛丽7天7夜不能吃饭，连一滴水都不许喝，然后扬长而去。玛丽就这样孤零零地坐着，她甚至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挨打。庆幸的是，这次只是被关7天，应该死不了。就这样5年的时光一晃过，那个小小的奴隶现在也成为了玛丽的贴身侍卫，而莱恩的容貌愈发显得英俊，每天他都在玛丽身边晃悠，一脸邪魅的叫小主人起床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玛丽会毫不客气的一巴掌呼过去，主要是莱恩的那张脸太有诱惑力，玛丽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就沦陷其中，毕竟她可是从21世纪穿越过来的，可不能做一个丢脸的恋爱脑，她必须要尽快想办法让莱恩离开这个家。因为距离莱恩这个魔头觉醒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，玛丽甚至都能明显的感觉到莱恩温暖的微笑背后藏着的冰冷与绝情。而且玛丽在这个家里本身就不受宠，何况莱恩还是自己的奴隶，她的境遇可想而知。而且玛丽早就听说连家里的侍从都可以随便欺辱她，想到这些，玛丽就更加心烦。她很担心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莱恩心中的仇恨会一点点放大，
到时候他必定会灭了他们全家。莱恩似乎是看出了玛丽的心思，不禁反问道：主人，你是不是又想把我赶出去？玛丽只好解释，自己目前根本不需要奴隶，还表示自己想放他自由。但莱恩却一脸的坚定，我喜欢小主人，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。玛丽当然知道莱恩说的是谎话，毕竟这人骨子里流的可是魔族的血液。很快侍女来催促他快些准备，今天可是要跟皇太子一起用茶点，因为他马上就要和皇太子订婚。玛丽只觉得很崩溃，她竟然要跟一个只见了几次面的人订婚，可她也无可奈何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他们的婚姻肯定是一场政治联姻。他明明是个魔神，却动不动就给人下跪，就连府里最下等的仆人都可以随便给他甩脸色。但伯爵府的千金却极度惧怕他，只要这个奴隶稍不高兴，玛丽就心慌得不得了。就在刚才，莱恩也表示自己想陪着玛丽去见皇太子，他还特意穿了一件非常帅气的紧身衣，连侍女都觉得他这样一点规矩也没有。莱恩，你不要忘了你是奴隶，这样的场合你是不能去的。但玛丽却再次破天荒地同意了，因为她能明显地感觉到莱恩那一张笑脸背后藏着的那股杀气。但其他的侍从并没有打算就这么放过莱恩。黄毛随即表示，一会儿奴隶将跪坐在马夫位子的地板上。玛丽闻言大惊失色，千万不要这样，就让他进到马车中福待我吧。黄毛一脸为难，小姐，他不过是个奴隶啊。奈何玛丽态度强硬，黄毛最后只好妥协答应。谁料黄毛突然将手搭在莱恩的肩膀，并在他耳边低语几句，便把莱恩带到了远处。玛丽根本不晓得两人说了些什么，她只看到黄毛最后把莱恩推倒在地，瞬间她觉得心好累，真不知道莱恩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。玛丽只想着赶紧出发，至少这样莱恩就能少一点折磨。可是马车刚启动，莱恩却扑通一声直接跪在玛丽面前，他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却在下一秒又堆起一张笑脸。刚才的侍从告诉我，我要有自知之明的。玛丽意识到莱恩应该是又伤心了，于是便安慰道，你还是坐在椅子上吧，等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你再跪着。莱恩却仍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最后竟要求要坐到玛丽的身边。玛丽一脸的不可置信，难道这家伙是缺爱吗？每次莱恩心情不好，总会找他来寻求安慰。看着莱恩满怀期待的双眼，玛丽最终还是同意了他如此放肆的要求。莱恩立马换了一副嘴脸，还得寸进尺的将头靠在玛丽的肩头。目的地很快到达，马车上的门应声而开，莱恩马上单膝跪地，继而整个人都趴在地上。毫无疑问，他这是要当主人的下马石。玛丽并不想如此践踏别人的尊严，况且一旦莱恩日后觉醒，肯定会加倍的奉还回来。于是他再次朝黄毛嘱咐，你去拿一块木头过来，我可不喜欢踩着别人下车。黄毛都有点怀疑人生了，这小姐莫不是脑子有毛病吧？就连莱恩也吃惊的抬起了头，可在莱恩看来，主人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讨厌他。玛丽没想到自己好心还被人误解，但莱恩还是收拾好心情，无比尊敬地守护着主人下车。而且他注意到玛丽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，不知怎么的，莱恩没来由地说了句，你是为了皇太子才这样打扮的吗？是的，因为我马上就要跟皇太子订婚。莱恩听到这个消息，瞬间觉得心中一片冰凉，猩红的眼神中瞬间生出一股杀气。但玛丽却丝毫没有察觉到，伯爵千金生性冷漠，没有一个男人敢娶她，可偏偏入了皇太子的眼。才第3次见面，皇太子便表明自己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迎娶她。玛丽害羞地低下了头，皇太子只觉得眼前的女人真是可爱至极，但玛丽仍旧面无表情，似乎任何人都不能干扰到她。就在这时，莱恩也一脸恼怒地跪坐在玛丽身边。皇太子感觉很不自在，这主仆两个还真是一样的神情。但皇太子依然热情似火，玛丽小姐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谁知面对尊贵无比的皇太子的表白，玛丽也只是简单回应了谢谢2字，随后便自顾自地喝起了咖啡，丝毫没有顾及对方是皇太子的身份。皇太子只好再次寻找话题，玛丽小姐，如果你想要什么订婚礼物，要马上告诉我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玛丽却根本不领情，我没有什么想要的。好像对于玛丽来说，喝咖啡要远比跟皇太子聊天有趣的多。皇太子还是不死心，再次询问玛丽有没有什么愿望。这一次玛丽选择直接摊牌，虽然我们没有爱情，但我还是会嫁给你。莱恩听到这样的话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，而皇太子也终于放下心来，只要对方肯嫁给自己，怎么样都好说。其实玛丽也并不是没有想要的，她最想要的就是取走手腕上的监视手环，只有这样她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。
才能彻底摆脱父亲的束缚。因为谁都不会想到，一向和蔼面善的伯爵，私底下却是喜欢虐待别人的禽兽。一想到父亲对待自己的种种，玛丽突然就难受的呼吸困难。皇太子赶忙上前询问：“你怎么？看起来脸色很不好。”皇太子：“对不起，刚才吓到你了。”可皇太子一点也没有生气，反而主动牵起玛丽的手，要带她去外面散散步。而莱恩看到这一幕，脸拉得比驴还要长。直到回到家，莱恩的脸色才稍微好了一些，反而是玛丽突然变得满面愁容。原来她发现自己工作间的钥匙不见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是父亲故意藏起来的，因为他不允许女儿私自动用炼金术。自从玛丽9岁给莱恩制作药水后，父亲就把他的工作间转移到了地下，还把门锁了起来。莱恩却故意在这个时候取笑他：“怎么你这次又要救断腿的蚂蚁？”原来玛丽总是会制作药水救一些动物，因为她并不打算对这个家里的人投入感情，反正最后他们都难逃一死，所以她才会选择把感情转移到小动物的身上。此刻莱恩突然伸手触摸玛丽，趁玛丽没有反应过来，一把将人搂在了怀中。“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多看看我？我难道还比不上那些小动物吗？”可玛丽却选择了沉默。莱恩无奈只好松开对方，转身就要带玛丽去地下的工作间。这一刻玛丽懵了，她不知道眼前这个拥有魔族血液的奴隶到底要干什么。为了讨得姐姐的欢心，她决定不再装病娇，而这也是她第一次公开向别人展示自己的黑魔法。只见她轻轻摇一下手指，一团黑色的雾气便赫然出现，紧接着门锁自动滑落，门就被这样轻易的打开。玛丽直接看傻，这家伙还没觉醒就已经这么厉害了。可是他为什么不再继续隐藏自己的真面目了呢？但玛丽还是决定先完成眼下的任务，毕竟那些小动物还等着她去拯救。玛丽熟练地画好符咒，再将特殊的植物放进炼金瓶，伴随着玛丽大叫一声提取，她的眼睛瞬间变成了符咒的图案，药水成功完成。而自始至终，莱恩一直都守在玛丽的身旁，眼神中尽是谁都看不懂的神情。而玛丽也第一时间治好了小猫的伤势。看着玛丽对一只小动物都如此关心，莱恩很是迷惑，他真的没有想到，向来冷漠的千金小姐竟然会因为一只猫求自己帮忙。就在这时，父亲碰巧又看到了这一切，他怒吼着玛丽的名字，责备她为何擅自动用炼金术。胆小的玛丽吓得浑身开始颤抖，看来一定有人跟父亲告状了。之前他一直防备着莱恩，却忘记了身边还有恶仆需要提防，不然他怎么会知道？想到这些，玛丽连忙跟父亲道歉，可父亲哪里肯饶过他，扬起手臂就是一巴掌，玛丽的脸瞬间就多了一道血印。接着父亲再次下令将他关进禁闭室，1个月除了水什么都不能给他。面对父亲的虐待，玛丽早就习以为常，可是为什么一旁的莱恩却皱紧了眉头，神情就像是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一样？为什么他的行为总是让人难以理解？就在这时，玛丽猛然间想到，这还是莱恩第一次把表情写在脸上。整整1个月，玛丽在禁闭室就要失去意识，父亲这才打开房门。这次父亲又换了一副嘴脸，竟开始温柔起来。亲爱的孩子，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玛丽这才踉跄地站起身，痛苦终于结束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次莱恩竟然没有第一时间迎接自己，反而是那个瞧不起他的侍女来接他的。之前只要玛丽一关禁闭，莱恩都是会来的呀。可是现在玛丽的身体太过虚弱，她根本没有精力去找莱恩。刚一进门就跌坐在了地板上，镜子里的她出奇的憔悴，才不过1个月的时间，她就瘦了整整50斤。现在莱恩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难不成他已经离开伯爵府了吗？就在玛丽打算好好休息一下时，一个微弱的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主人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”而莱恩也给玛丽带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，他把那2个告密的佣人杀了。见不到自己的主人，男人就会丧失理智，大开杀戒。在得知主人被关禁闭后，男人直接催动魔法，将那2个嚼舌根的罪魁祸首活活摔死。玛丽这才清楚地知道，现在的莱恩已经变得如此残忍，虽说是为了给自己出气，但是也不至于直接将人丢出窗户。难道说他已经开始觉醒了吗？要不然怎么会易如反掌地杀死2人呢？渴望着眼前这个浑身是血的奴隶，玛丽还是不由得心疼。而莱恩在见到主人的第一时间，就再也坚持不住，扑通一声趴在玛丽的膝盖上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向来冷漠拒人于千里的玛丽，竟然第一次破天荒的不排斥别人的亲近。因为他们2个的命运是如此的相似，都是极度缺少爱的孩子。此刻彼此之间的心跳
是他们给对方唯一的安慰。就这样，两人相互依存着。又过了6年的时光，玛丽已经出落成容貌姣好的大姑娘，而莱恩也变得愈发的帅气英俊，一头乌黑的白发更显得他与众不同。莱恩还是一如往常的细心，他会帮玛丽戴好手链，连同脖子上戴的首饰，莱恩都会亲力亲为。可玛丽却一心想让对方尽快离开这个家，她太清楚身边这个奴隶的本性，说不定哪天就突然觉醒，然后要了全家人的命。突然莱恩主动要求要帮玛丽整理头发，可是当整理到一半的时候，莱恩竟没来由的触碰了玛丽的脖子。现在他只需要轻轻拧一下她的脖子，就可以立刻将小主人杀了。玛丽也早就察觉到了异常，吓得忍不住直打冷战。好在最后莱恩并没有动手，而是借口给主人擦灰尘，解释了刚才自己的迷惑行为。但玛丽哪里肯相信，刚才她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杀气，而且昨天晚上的时候，莱恩早就跟魔塔的人碰过面了。看来莱恩是留不得了，必须要想办法将他赶出伯爵府，必须要想办法将他赶出伯爵府。玛丽还在熟睡中的时候，突然被一些嘈杂的声音给惊醒了。玛丽仔细一听，才发现声音是从莱恩房间传出来的。你是被人类的咒语封印住了，请跟我们回魔塔吧，这个很容易解除的。玛丽闻言大惊失色，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相遇了。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她赶忙将窗帘拉好，然后假装自己什么都没有听到。这一次她终于下定决心，明天一定要求父亲将莱恩送走，不然他迟早会摧毁这里的一切。所以天一亮，玛丽就找借口说自己要去市场转一转，但是不允许任何人跟着。她真正的目的就是支走莱恩，好跟父亲好好谈一谈怎么把莱恩赶走。此刻父亲正在专心致志地看文件，对于女儿的到来，他显得很是不耐烦。你一大早来找我有什么事？玛丽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莱恩的名字。谁知父亲直接大怒，我就知道你又想把那个奴隶赶出去，一切等你结婚后再说吧。玛丽却仍在坚持，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。可父亲终究是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为了监视女儿的一举一动，变态的父亲给她戴上了监视手环。哪怕是玛丽马上就要结婚，父亲还是不肯取下。更让玛丽头疼的还有那个奴隶。从昨晚的情况来看，莱恩已经跟魔族的人取得了联系，随时诸有可能觉醒，到时候一家人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莱恩突然出现在玛丽的身边，着实把她吓了一跳。难不成自己要父亲赶走他的那些话都被这家伙听见了吗？莱恩仍旧一副笑得很邪恶的表情。主人，您原来在这里啊！玛丽赶忙开门走了出去，隐隐约约间，她总觉得心里不安生。可莱恩却一个箭步跟了上来。玛丽很想直走他。莱恩，你不是应该在办公室做事情吗？已经做完了呀，主人。此刻的玛丽更慌乱了，她不知道莱恩为什么一直跟着自己，难不成是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？终于玛丽跟他摊牌了，你不要总来找我，现在你是爸爸的奴隶。主人，你是不是非常讨厌我？玛丽闻言竟突然有了一丝愧疚。华静现在的莱恩还没有做错任何事，而且单就莱恩那张帅气的脸，反而还挺招人喜欢。可玛丽却选择了沉默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书中家人被害的场景在玛丽脑海不断闪现，还有莱恩一直藏着杀意的微笑，这些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，莱恩猛然拔下了玛丽的一根头发，说是上面有灰尘了。天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要做什么。就在玛丽想要一探究竟时，莱恩却找借口离开了。玛丽只觉得身心俱疲，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。之后的日子里，玛丽一直在跟着老师学礼仪，毕竟自己马上就会成为太子妃，而她也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见到过莱恩。而且玛丽生日的当天，并没有发生小说中的那些场景。于是玛丽开始询问侍女，莱恩最近怎么样？侍女表示，虽然那个人是个奴隶，但是大家都还蛮喜欢他的。玛丽意识到，现在的莱恩还在府里，既然他都已经觉醒了，为什么还是不肯离开呢？突然侍女的脸色变得有些难为情，在玛丽的逼问下，她才说出了莱恩被伯爵欺负的事情。原来自己的那个禽兽父亲竟然贪图莱恩的容貌，想要占有他。玛丽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她再次向侍女确认到底是不是真的，但侍女的神情早就说明了一切。
玛丽突然觉得头疼的就要炸裂了。在原本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个情节啊，还是说小说中的莱恩遇到过这种事情，但是自己给忘了？他随即又想到，会不会是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原本的故事发展？这样的话，没准莱恩也不会杀了他们全家。想到这些，玛丽终于放松了一点。如果这些是真的，那么她就可以一直活下去了。女人半夜醒来，发现家里的所有人全都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，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此刻就站在她的身后。原来就在刚刚，早就睡着的玛丽，总感觉有某种声音在召唤着自己。犹豫许久，她还是决定去外面看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奇怪的是，偌大的走廊竟出奇的安静。现在的时间，应该有佣人在看守才对啊。玛丽越来越觉得今晚家里有些不正常，因为她所到之处根本没有一丝人的气息。难不成父亲又发火了吗？之前每次父亲一发火，家里也是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玛丽只好这样安慰着自己，但是隐隐约约间，她还是觉得心里很不踏实。她怕发生小说中的那个情节，怕莱恩最后还是杀光了这里所有人。可明明这次和小说不一样了呀！因在发生的灭门事件早就过去1周了，而且这次的自己也没有像书中的玛丽一样疯狂地爱上莱恩，还有书中的自己也没有现在的特殊能力，更没有和当今皇太子订婚。于是玛丽更加坚定，这次一定不会发生书中的那些惨状。可是她突然意识到，正因为没有按照小说的内容发展，那么就算是过去1周了，那一切也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最后玛丽还是壮着胆子靠近了那扇门。庆幸的是，里面似乎很安静。就在玛丽以为万事大吉时，她不经意的稍一推门，竟然看到了里面那让人心惊的场景。地板上到处都是鲜血，家里所有的人都躺在血泊当中。这一刻，玛丽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是我在做梦。就是因为我太爱胡思乱想，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。玛丽企图麻痹自己的大脑，可背后竟然响起了开门的声音。玛丽下意识地认为那人一定是莱恩，她害怕的根本不敢回头，她好怕自己猜想的一切都是真的。可随后她却听到了来自地狱的声音，主人既然来了，那就进来看看吧。玛丽只好推诿，自己只是走错路了，现在想要马上回去睡觉。那么主人一点也不担心你的侍女吗？我猜说那个女人惨叫的声音太大了呢。这一刻，玛丽终于相信，莱恩最终还是出手了，可能今晚就是自己的死期。毕竟在原本的小说中，莱恩可是毫不犹豫地扭断了玛丽的脖子。这时莱恩突然温柔地说道，主人，你倒是回头看看我的样子。这一刻我可是等待了很久很久。说话间竟伸手用力捏住了玛丽的脖子。毫无疑问，如果玛丽不按照他的要求做，那么莱恩会随时要了他的命。无可奈何之下，玛丽只好缓缓地回头，却正好看到莱恩那一脸邪魅的模样，一双红色的眼睛，藏着的却是无尽的杀戮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莱恩竟然伸出手掌抚摸玛丽的秀发，紧接着又给玛丽贴心地披上衣服，似乎眼前的女人是价值连城的珍宝。可只有玛丽知道，眼前的男子是怎样疯狂的存在。当着女人的面，男人直接割掉了她父亲的下体，还拔下了她的舌头，并且还一脸自豪的模样，要求玛丽来欣赏自己的佳作。你看你父亲这个样子，是不是心里非常舒畅？我知道他也经常毒打小主人你呢。而玛丽看着面前奄奄一息的父亲，除了感觉恶心，竟然没有一丝的心疼。其实玛丽根本不想看到这一切，但变态的莱恩怎肯善罢甘休？就在刚刚，莱恩一边抚摸着玛丽的秀发，一边用不可违抗的语气命令道，小主人，这是我送你的最好的礼物，而且我还有魔法麻痹了你的嗅觉，你是不会闻到血腥味的。玛丽无奈的紧闭双眼，可下一秒莱恩竟开始硬推着她前进，哪怕是玛丽拼尽全力停住脚步，也依旧无济于事，因为莱恩现在已经觉醒。只见一团黑色的雾气迅速包围住玛丽的脚踝，顷刻间她的身体就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，而莱恩却表现得异常兴奋。小主人这次终于听话了呢。此时的玛丽气得开始发抖，莱恩看向她的眼神也愈发变得狠毒。你不是跟你父亲说我没用吗？不是一直想把我赶走吗？玛丽闻言吓得魂都要飘走了，原来那些话她都听到了。突然莱恩再次大笑起来，这次就要让小主人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用。说话间，玛丽只感觉自己的监控手镯在滋滋作响，刚要抬手，那手镯竟炸裂开来。玛丽没有想到，
莱恩的魔法已经强大到如此地步，太可怕了！难道今天就是自己的死期吗？他终归是没有摆脱小说中女主惨死的命运，而玛丽也终于再次看到那熟悉的场景。此刻满是鲜血的地板上，无数人在不断的呻吟。突然，她的裙子被人一下狠狠抓住，小姐救救我！可玛丽却直接挣脱了她。现在她自身都难保，又怎么可能救得了别人？自己可是莱恩最后的主菜，她根本不敢想对方一会儿会怎么折磨自己。猛然间，她发现父亲的眼睛还在转动。玛丽没有想到，父亲竟然还活着，而且他似乎要说些什么，可莱恩根本没给他任何机会。只见他那双红色的眼睛开始发光，然后父亲就再也没有了气息。莱恩这时候再次靠近玛丽，他的笑永远是那么恐怖。刚才真是抱歉，让那人的声音玷污了小主人的耳朵呢。伴随着莱恩轻轻触碰玛丽的嘴唇，魔法终于在这时解除，玛丽可以开口讲话了。父亲把你带回这个家，本来就是为了让你做那个事，所以无论你要对他做什么，都与我无关。言罢，他怒视着莱恩，再也不想跟他多待一刻。谁知莱恩竟冷哼一声，完全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那主人为什么总想把我赶出去呢？玛丽不禁心寒起来，看来自己的死期终究是要到了。病娇奴隶第一次微笑，就要杀光家里的所有人，不仅当着女人的面割掉了他父亲的下体，现在还要给他开膛破肚。玛丽此刻完全吓傻了，但莱恩却笑得一脸灿烂。佣人们见状，纷纷朝门边的2个魔法师怒吼：“快点把门打开！”求生的本能让他们想要马上逃离这里。莱恩这时却突然大发慈悲，承诺只要有人能逃出这个屋子，就会饶他性命。玛丽的侍女仿佛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拼尽全力朝门口爬去，奈何自己的脚被人狠狠踩住。“你就是用这只脚踹我的吧？”侍女闻言哭喊着摇头，可这似乎更加激怒了莱恩。“我最不喜欢说谎的人呢。”说话间，他只轻轻抬起了手掌，那名侍女的身体便飘到了空中。玛丽不忍心看到眼前即将发生的惨状，闭着眼把头转向一边。果然，伴随着莱恩的一个响指，侍女顷刻间就没了呼吸。玛丽见状紧锁眉头，这个白毛奴隶为何变得如此残忍？可莱恩并没有就此打住，而是变本加厉，猛踩另一位侍女的肚子。原来这名侍女之前竟然把莱恩当椅子坐。玛丽猛然意识到，这些情节她都没在小说中看到过，难道是因为她的穿书里面的情节都发生改变了吗？现在看来，她之前一直不对家里的人产生感情，是非常对的选择。这些人对待莱恩也太残忍了些。现在的玛丽已经对这些人没有任何一丝同情，不管是父亲还是侍女。小豆漫画解说，不管是父亲还是世安。小豆解说，他反而觉得他们现在的下场都是活该。此时，另一个戴帽子的魔法师闯了进来，把最后一波幸存者也推倒在地。莱恩只觉得要收拾的臭虫真的太多了，这一次他要一次性送所有人上路。莱恩只是稍微催动了一下意念，一柱白光瞬间穿透每个人的心脏，而最后一个字标就是玛丽了。莱恩深吸一口气，继而将玛丽扔在一个偏僻的角落。玛丽吃痛的连眼睛都睁不开，但莱恩却迟迟下不去手。身边的魔法师不断的催促他：“大人，你不打算杀死他吗？”而自始至终，莱恩也没有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另一男子不禁询问：“难道你是因为他具有炼金术和精灵术的原因吗？”这确实是2个不常见的能力，但莱恩却表示，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早就强迫对方臣服了。2个男人闻言一脸的嫌弃，难不成他们的少主是个恋爱脑？果然，下一秒，莱恩突然伸手触摸玛丽的脸颊，猩红的眼睛里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的心疼。看着玛丽那熟悉亲切的面孔，莱恩心中有了新的决定。这块悬浮于空中108000米的巨石，因为吸收了最后一位魔神的血液，成为了通往魔族的唯一通道。而且这里面只允许拥有魔法的人进出，普通人一旦进去就会永远被封禁在里面。作为魔族的主，莱恩毫不犹豫的就要带玛丽进去。虽然身边的手下一再劝告他不要这么做，但莱恩哪肯听得进去？要知道，眼前这个昏迷的女人可是做了自己整整10年的主人，现在也该轮到他做他的主人了。最让莱恩生气的是，10年来玛丽从来没有叫过任何人的名字，而莱恩却为了顾及玛丽的感受，专门避开了她过生日当天动手，可换来的依旧是对方的冷漠。想到这些，莱恩没来由的就非常恼火。既然得不到这个女人的心，那索性就困住她的。绝情如她，莱恩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。趁玛丽还在昏睡之时，在她的额头落下轻柔一吻，随后便不顾手下的反对，将玛丽拦腰抱起。莱恩要带她回到自己的魔塔，而在离开之际，莱恩还嘱咐手下将伯爵的违法行为和不正当行为洒满房间。他
他要让世人都唾弃这个伪善的贵族。手下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，大人最好不要将外人带进魔塔，毕竟没有魔力的人是无法离开那里的。可莱恩却表示，那样的话就再好不过了。紧接着，一行人便来到一个巨大的光环之中，伴随着莱恩不断的催动黑暗魔法，光环变得愈发耀眼，继而所有人在原地瞬间消失不见。而伯爵家被灭门的事情一时间激起千层浪，玛丽的失踪更是引起了许多的猜测。为了揭开案件的真相，连皇室都亲自参与了调查。此时，莱恩几人来到一片偏僻的森林，正在莱恩抱怨路程遥远之际，手下突然让他抬头看天空，只见一块巨石诡异地悬挂在半空，看起来异常雄伟。最后的时刻，手下再次劝告莱恩，是否真的要带这个女人去上面？可莱恩根本没有理会，便用尽全力催动体内的异能。霎时间，一道巨型光柱直通云霄，几人顺利进入魔塔。欢迎您的到来，主人。此刻莱恩只能听见声音，却看不到是谁在说话。好半天，那队人才现身，无比恭敬地对莱恩行礼。身边的手下这才告诉他，此人正是魔塔的管理者，并且只忠诚于莱恩一个人。莱恩这才明白过来，马上便命令他去寻找一处光线最好的房间，最好是不容易跑出去那种。那人确实非常听话，只见他的拇指和食指稍微一碰，一道闪电般的门便赫然出现，而这也正是进入魔塔的唯一通道，只有莱恩和他才能开启，所以其他人也只有经过莱恩和管理者的允许，才能进入魔塔。莱恩不禁询问，出去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？对方却告诉他，只要是有魔力的人都可以通过魔法离开这里。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魔力的精灵师呢？管理者马上就明白过来，莱恩说的正是他现在怀里的那位女子。随后便直言道，他没有主人的允许，是无法逃离魔塔的，因为精灵师与魔法师有本质上的不同。魔法师属于强行抢走自然界中的力量，而精灵师则是通过获得精灵的允许，并支付一定的代价才能借取力量。但是魔塔是用魔法师的魔力打造空间的，因此精灵并不能在这里现身，也就是说精灵师无法在这里借取到力量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莱恩听到这样的话，竟觉得非常的开心。